台北 vs 高雄在县市升格6都前，最早被划分为直辖市的2大行政区域，可以说是台湾北霸主与南霸天。一句话形容高雄，就很热啊，路很大，很宽敞，还蛮繁华的都市。交通是觉得要再加油啦，比北部还要好生存一点。你们到台北这样几年了？快4年了。有后悔过吗？没有，蛮喜欢台北的。一句话形容一下你这个家乡。家乡哦，对啊，繁荣啊，中华台北就是中华台北嘛，对不对？台湾之光，它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一个地方。本集就集访问来到台北与高雄，挺南北2大城的各位，说出对家乡的心声。欢迎扫描 QR Code 追踪哈哈台成员们的 IG 账号。同时，如果你喜欢主持人身上的哈哈台衣服、哈哈台周边商品，或是联名商品，又或者是合作伙伴的优惠链接，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购买。谢谢你的支持。首先提到高雄，有句话你肯定听到烂掉：热情的地方。去各种早餐店、午餐店买那个时候，阿姨阿伯都很热情，就是都会弟弟啊怎样。可是像台中人的话就这样。所以你有觉得高雄人有特别热情吗？是真的有比较会有跟你眼神的对视啊，因为像北部的话，可能专注在自己的路程。去东港吃东西的时候，来这好你讲，这好你讲。但东港在屏东南部啊。在凹子底公园遛狗的男子就觉得这句话很有压力，因为很多人都说高雄人就是很热情。你身为高雄人，你听到这句话会有压力吗？就是自己不太喜欢去跟人家热情啊。所以你觉得你不是一个热情的？对啊。怎样叫热情？一直在讲话吧。自己觉得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就会有点无所适从。你说像现在这样子吗？丢。像平常跟他遛狗的时候，有时候就有人会一直要来讲话，对。他很热情啊，他看到人他就会去弄。对啊，他很像高雄人啊。等一下，这我的水，等一下，online，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你有多热情？热情的跟狗一样。而这2位新鲜人认为是生活步调的问题，跟生活步调有关就是你在南部可能不会这么有压力，可能会比较慢步调，可以去帮助别人。但是北部你可能很竞争，然后大家可能都赶上班什么的，所以那个时间可能来不及帮助别人。在路上看到人的表情，我觉得也有差，就是脸都会有，就是一种很严肃的感觉。但高雄的话，放眼望去，大家都在笑。对，那边走过来的女生没有笑啊。对不？但台北人真的冷漠吗？这位台北业务男却点出了其中的差异。有偶包。你觉得为什么台北人会有这个偶包？可能小时候大家都会注重一些礼仪嘛，你好像就会有点包袱，有点束缚。可是中南部的人没有教礼仪吗？中南部的比较直接，你越直接代表你越有礼貌，你越实在。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处。台北这种比较不直接的有什么好处？会比较能同理你。好比说你问一个话对，然后你可能不太方便回答，然后台北人可能会看得懂，对，可以说比较会读空气。他们可能也是这样长大。台北人会读空气，这对富有艺术气息的台北女子以及台中北漂男，意外发现了台北人性格公约数。碰到台北人的时候，会觉得都好像有一种想要装酷的感觉，就是那种酷酷集团啦。什么是酷酷集团？没有，就是可能穿全黑，然后就是酷帅的酷酷集团。所以你是酷酷集团的一员？不是，我们比较像从故宫走出来的吧。台北人的确有一种就是酷酷集团 I'm on the top 的感觉，I wanna be on， 然后每个都是 fashion show 的那种。你可以示范一下台北人走路。不要，这个会被剪进去。刚刚都在说自己，故宫男女组也因此开悟。当你进入一个关系或是一个聚会的时候，散发出来的气质，或是你和别人的谈吐，那个人可以直接感受得到你的真诚在哪里。那你现在想散发出的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会。倩女幽魂，筹办王祖贤。阿弥陀佛的王祖贤不在乎哈。而为了避免被说我们制造南北对立，现在就让高雄人自评。你用一句话形容一下，你觉得高雄是怎样的地方？很无聊的地方。大家可以多来高雄玩一点，体验一下高雄的气氛。最推去哪个地方玩吗？最推去高雄哪个地方玩？一句话形容高雄的话，观光景点。你说很超无聊的。
我觉得高雄是旅游沙漠。外县市的朋友跟我说，你高雄推荐吃什么玩什么，我真的一个都讲不出来。好问题耶！思考太久了吧？流行院中心盖好之后，就是有很多市集在那边办。我觉得我们这里演唱会越来越多了，最近吧，对啊，就是有 Lisa， 上礼拜在这里，对吧？还蛮骄傲的，就是看到这么多人来高雄开演唱会。你们心里会觉得赢了吗？我会啊，会啊。拍谁抢了台北人的地方？而许多人口中的旅游沙漠，这位在高雄的旅游业姐姐，却也点出这或许是种对自我价值的不认同。我觉得不是只有高雄旅游沙漠啊，台湾旅游很沙漠啊。我觉得那有时候是你对这块土地旅游的认同感。我基本上都走偏乡，所以像比如说六龟啊、美浓啊、旗山啊，因为老实说，我觉得大城市基本上都这样吧。台北在文创相关的园区还是相较于高雄要来的扎实一点，但也有可能他们的资源本来就比较多。但是我觉得高雄慢慢有在进步。如果下辈子可以选择的话，你们会想要在台湾的哪个城市出生？台中。讲完这么多，最后是台中。如果还可以哪里变得更好的话，你们会想要提出什么建议？可以有多一点台中的餐厅过来开。谢谢，节目不用做了，都给台中。但两位接着分享了继续留在高雄的原因。房价还买得起。你们买房了是不是？因为我在做房地产，然后我有一个老板，他儿子在台北，然后就买了一个2房，就要2000多万。高雄目前有哪个地方你觉得就是疯掉了？就可能台积电周围的区域吧，外围还在1字头，就直接飙到2字头。那你有想说，幸好我早就买了这样子？有，我在台积电来之前就买了，那时候就有消息了，然后也觉得要买房子，我有搭到顺风车的起点。那你那时候知道台积电要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跟你朋友分享？没有。刚刚的迟疑就是友谊裂痕的起点。而提到高房价，相信台北人都是心有戚戚焉。台北的房子太贵吗？真的是贵。我们那时候买的房子差不多20万，已经算是顶级。20万吗？现在根本买不到吧？像是中山区就开价单坪130几万嘛。像这样的价位，在高雄可以买怎么样？应该买豪宅了吧？居住的空间太小了，我觉得这很不符合人性。我买个房子，公设35%、40%，比比皆是，这实在是很不合理。你也不能接受这件事情，是不是？这位已经在台北置产的美食记者建议你换个想法。很多人会觉得台北的就是房子太贵了，你会这样觉得吗？会啊，但你还是买了。对啊，我们买的不是房子，我们买的是一个金融商品，我们买的是更多的就业机会，更多的资源，以后的发展、增值的空间。台北的房子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居住的东西来看，我觉得它是金融商品，大家要认清这个事实。当然要认清事实的，还包含了南北的天气差异。从台北搬到高雄后，你有觉得你心情平均下来有比较好吗？天气影响心情这方面有好转很多。一回高雄就天气就是好的，周末是还在下雨啊，我人在高雄我就觉得耶。歌词就会台北的天气阴晴不定，但是没有人讲高雄的天气阴晴不定啦。高雄位处于热带季风气候区，一年中高温低于20度的日子一般不超过10天。至于台北，你是不是脑中也有声音，受够台北的天气阴晴不定？歌词道出许多人在台北生活的心声。那你觉得台北天气到底怎么样？就很烂啊，就是又湿又冷。所以台北天气被骂也是应该的。应该不用等外县市的人抱怨，我们自己先帮你抱怨完。这我没话说。跟南部的朋友们骂台北，又湿又冷，然后越来越忧郁，然后就想要把一起床就想把整个台北炸掉。那个早期的专辑直接放下去，开始哭。下雨天的时候听下去。而且不能听周汤豪翻唱，要听比利姐、王雪儿的原唱，很适合坐在台北的床上哭出来。那你觉得台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很烂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就天气很烂呐，一直在下洋洋活泉雨啊，食物也偏难吃。高雄吃阳春面，人家好歹会给你加个肉燥或者是一个什么蛋什么之类的。台北就是北滚水、热安内，像高雄一样的面店都没有吗？也许有，可是我不知道。可是问题是他在哪里？他就跟另一半一样，不知道在哪里。而在过去的哈哈台街访中，台北美食常常成为各县市的箭靶。台北人完全不懂美食，因为台北没有一个东西能吃，真的在北部找不到好吃的干面。当然这次也不放过小吃类的东西，台北可能就不到那个点。南部不好吃的店很难活下来，但北部不好吃的店都活得很好。那在台北难吃的也可以活。那你有问过新竹的人吗？对。请问你们这集的受访者都是战车吗？
但台北人却普遍认为这是比较出来的。东西你说难吃吗？也没有那么难吃，你只要不要去年轻人开的店都很好吃。没有很多好吃的，就是他们不愿意去找。你要把自己当老饕吃货在吃，你不能这样子游手好闲。就是你地毯式，就是偶尔去个巷弄晃，你会发现真的好吃的店。应该不是不好吃，台北是贵。CP 值低，你就会觉得啊，那吃的没那么尽兴，然后就等于不好吃。你真的去南部吃的时候，你没有觉得南部有些东西比台北好吃吗？不会。但是我觉得台北最好吃的卤肉饭是哪一间？这么坚持一定要卤肉饭？我就很好奇，因为完蛋，我真的想不起来。很好吧，我觉得卤肉饭台北要认输了。硬不过3秒。美食记者也专业分析起为何普遍南部的美食比较好吃的原因。中南部就是都是在地在做，它的房租可能是不用的，成本花在它该花的东西上，而不是被房租吃掉，被服务费吃掉。做餐饮食材占很重，只要你食材掌控不好，你这家店必倒无疑。我觉得这种店家比例，北部高还是南部高？北部真的高，尤其是装潢越美的，或者是在地段越好的地方，就大家就轮流被骗嘛，骗到后来就哈哈，没有人被骗了之后，房租就付不出来，就倒闭，就这样。当然，他对于美食也相当严格。吃东西我吃到不好吃，像我之前就是跟朋友去吃卤豆腐吧，化开想说就没有入味啊，就白的。对，我就觉得这不就是豆腐而已嘛，所以我就直接跟老板说你这个没有入味，我就觉得他对不起他的职业，因为那你这不就是诈骗吗？我没有要他赔偿我钱也照付，他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补偿，就是大家应该要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个 respect， 而不是就是反正我这也没多少钱，我就乱做一通。而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职人精神，美食记者要来教各位防雷小撇步哦。可以给大家几个参考啦，就是如果你看美食节目，他吃下去之后跟你说这个东西很特别，这个东西很少，这个味道很少吃到，或者说并不常见，那通常就会比较有高几率是比较危险的事。谢谢你，我的美食超人。聊完南北两地的人格特质、旅游、美食、气候等基本条件差异，我们也很好奇是为什么让他们选择留在当地工作，成为我们认知中的北漂族、南漂族。高雄与台北产业结构差异甚大，直至今日仍有许多人会将北上求职视为目标。目标就是要来台北工作。台北是哪里吸引的？西门町。小时候同学什么国小，然后说什么我去了西门町，好像就是飞去法国一样。然后现在西门町已经没有人去了，就觉得好像比较多机会，好像可以变成一个成功的人，就要在台北。会觉得他从台北回来的，或者是他从台北转学来的那种台北转学过来的同学，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哇，他好像穿得很潮。所以南部就比较不潮吗？他也有点感触。比方说尾句会有什么你吃饱了那一组之类，就是那种结尾，你知道吗？那哈，对对之类的。就是以前可能都在台南生活的时候没有意识到，我身边的人可能大家都是这样结尾。那我问你，来台北之后不讲乡音了，你回去会不会被台南的人？是也不会，但我现在会听到朋友讲话有乡音。打不过就加入。觉得台北人特别天龙吗？觉得有吧，可能比较不知道外县市的状况，比如说台东啊，就以为没有 Seven 啊，然后或者是台东有星巴克吗？他们也不确定。如果要一句话形容台北，你们会怎么形容？没有什么好形容。我想不到，因为我觉得跟别的县市，你看每个县市都有百货公司啊，每个县市都有夜店啊，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异吧。没有百货。抱歉。马上踩到台东地雷。天龙人一词是由经典漫画《航海王》取出，暗指台北自诩高人一等，不懂民间疾苦。当天龙人蛮好的，我只能说就8个字：欲戴皇冠，必承其重。所以台北已经承担这个原罪蛮久了，就请继续承担。担心可能被叫天龙人什么之类的。不会，因为我穷的要死。账户打开真的剩1500，三位数。有时候 ATM 只能领1000块，然后点下去，干1000块也领不出来，算了。我朋友跟我说，就是有钱人吃过最苦的苦就是美式咖啡。但也有人能够理解为何是天龙国。树大招风嘛，毕竟是首都，好像什么都一定要第一名，没有第一名就会被骂那种感觉。中南部的朋友来台北找我，然后就会说，你们这边怎么天气这么糟啊？然后我们那边都很好，这边怎么那么贵？明明就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分量还比较少。那我可能就会跟他说，这边房租可能就是比较贵，人事成本可能比较高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就可能就不要考虑住台北吧。天龙人霸王色外露。
斗。但天龙国还是有分等级的，住在正大安区或者是住在天母的，他们是真正的正天龙人。更好笑的是，台北、新北自己也在争谁是真正的天龙人。我自己是在民生社区长大的，所以我会觉得那边蛮天龙的。那个学区要在哪边？我在民生社区那边，嘴角会微微上扬的。你会觉得很得意是不是？对，老实讲是。喜爱民生社区对天母人有什么看法？对，我觉得我们平分秋色。但如果以交通的方便度，我觉得民生社区是胜的。大安区表示不屑，在外工作便当能巧妙地彰显出当地的物价水准，而南北对于一颗鸡腿便当的价格接受程度是80左右。80哦，对啊，差不多120以内吧。我觉得120以内。你鸡腿便当的那种自助餐会可以找到100以内，你就会吃得很开心。但100以上你就会有点对啊，有点爆炸。130以上想都别想。用 Uber 叫的话，那就是150。哦，那你开蛮高的。我觉得110就有点太多了。台北最低就要120左右吧。90。120。现在回去不习惯高雄的物价，便宜到不行，是不是？超过多少你会觉得是一个上限？150。差不多。哦，我现在要面对现实，现在便当一个差160。到180左右，超过多少你就觉得这个太贵了？350吧。我是吃货，我必须要吃好吃的东西。台北跟高雄的薪水真的有差吗？有，台北的东西比较贵，高雄的东西比较便宜。你吃牛肉面的不一样了啊。所以高雄一碗牛肉面大概多少就可以吃到？280的可以啊。280？没想到高雄也那么贵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以2县市的平均薪资为基准，是3万5的薪水留在高雄，还是4万3的薪水留在台北？都挤在台北啊，不然怎么会在台北？为什么要在台北？因为高雄要干嘛？抓水母。高雄步调没有那么快，人跟人相处起来不会那么有压力。我还是比较喜欢高雄的那个步调。算吃的话，一般平常用的，可能8000很快就没了。对啊，南部。有这么高吗？还是我们都在平均下面？3万5在高雄，台北你光房租扣掉就3万5了。因为北部消费跟局太多了，一个礼拜一个局，不要去局啊！不可能啊，那你就变边缘人啊！北部人你不去局，一定边缘人的啊，不是吗？您好，不好意思，您讲到我了，请收回这句话。房价的落差，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。感觉在高雄可以过更好的生活品质，相比起来的，我可能还是得留在台北。那边我是一个新的圈圈，我要去熟悉新的圈圈，成本有一些隐形成本。都要租的话，那我还是选台北。只差8000块的话，搞不好升迁机会比较多。可是3.5万在高雄就可能一直就是3.5万但是在台北一直都没有，在台北你至少 range 比较广啊。台北比较有发展的前途的感觉。你会选4.3万在台北？应该是吧，不能更多吗？这就薪水有落差的话，肯定还是以现实面为主。4.3万在台北。因为至少钱比较多啊，总是有一些额外生活上的为绕工作辛苦的一些娱乐性开支吧。因为我现在的薪水实领大概就是你要这么透明是不是？不小心变成薪水大调查，即便薪资不尽理想，台北阿姨却也点出个北漂族普遍认知的事实。现在的高雄跟我们以前年轻的高雄已经都不大一样，高雄有很多充满了机会啦。可是台北的话，历练会更多，看得比较多一点，它比较不那么封闭。但阿姨也认为，在台北生活应该要领更高的薪水，应该要5-6万吧。房租你要有个品质的话，要18000到25000中间。你一天花1000块就要3万了，已经是还可以安慰自己而已。还可以安慰，一天1000块蛮多的吧？真的啊，你都去哪里吃东西啊？放到最后发现穷的是自己。台北透明眼镜妈对在台北生活的薪水更加要求。如果他都没有房子的话，大概要7-8万吧。可能是因为我住在这附近吧。对，我觉得有可能。不好意思。但眼镜妈也是能体会现在年轻人的辛苦。要在台北买房子，年轻人很辛苦吗？很困难啊。不会说长辈可以帮一下忙。那所以你小孩有在台北买房的时候，你有帮忙一下吗？有，当然有，当然有。在访问结束之际，妈妈突然想打个广告。女儿都还没有结婚？没有，之后会有的。广告一下，怎么样？广告什么？还没有对象。影片下方开放留言卡金龟婿位置，请女儿自行认领。最后，我们也好奇有哪些原因让南北漂的他们挺过异乡打拼的日子。自由，想要独立一点点，在外面工作，是有在考虑说可以开店。对，
是为了自由与梦想。有什么支持着你在异地生活吗？因为毕竟这不是你的老家。就是气候啊，然后这份工作对我现在来说，在这边的生活已经算是蛮刚好的。是因为天气。是什么东西挺你们北漂来工作的？薪水，对，薪水，就是钱，钱到位，什么事都好说。公司有挺你们的薪水？有，没错，加班费，很挺。是因为加班费？我觉得是发展吧，因为花莲确实工作机会比较少，产业也比较没有那么多元啊。那目前为止有真的觉得发展跟想象中的一样吗？对，差不多。夜店的部分也是。全方面都是。看来也不止加班费。他玩很凶啊，他什么？他的生存是靠酒精在生存的，所以那个占比有点不太一样。是因为酒水。他喝到胃溃疡了。真的假的啦？喂，不是，这可以讲吗？还是在此呼吁各位理性饮酒。而故宫男女在台北的目标很特别，最好就是有办法活在电影里面就好。人的一生就是如戏啊，如梦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没有其他。是为了追求戏剧化的人生。朋友都在，喜欢的人都在台北，喜欢的对象啊，喜欢的爱人，喜欢的朋友都在台北。如果他们今天迁到其他地方，你们会跟着无爱人迁徙吗？人不在，强留也无用，这是《甄嬛传》皇后说的，所以就是这样嘛。他喜欢我们，就是不管去哪里都是 OK。要有确定的关系，如果有确定的关系的话，常搞一些不确定的关系，太戏剧化了。为什么有很多人留在这个地方？他一定有一个他离不开的东西。那你最离不开的是什么？人际网络其实都在台北，比较像是人类让我留下来在这里。周围的朋友给你的温度让你留下来。对，要温度的话，你可以买电暖炉，你不需要依靠人类。我就是想要活在象牙塔里面的废物，就跟《熟女养成记》一样啊！你一切都要重来，拿那么多力气，回高雄就会变成就是长发公主被关在家里这样。我都要叫我爸在，或叫我妈在，或叫我哥在，或叫我姐在啊！这可以不要小时候被当公主养这样。结论：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，能让我不当长发公主的就是好地方。场外加码，如果下辈子能够选择，你想要换个城市成长吗？高中有真的接触到就是外县市来的人的时候，才会有一些交流。久了之后就发现，其实生活上习惯不一样，但是其实个性本质上不会说天龙人就真的有高高在上的感觉，或是南部人就怎么样这样。其实大家都相处的还不错了。如果下辈子可以选择自己的出生地方的话，台北啊。我还是选台北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想住大安区。台北大安区一出来就感觉比较多钱。如果我爸妈很多房子的话，我想当台北人。在南部又抵不了那边的一间房子，但还是有许多人想持续在高雄生活。可能还是高雄吧，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太多车又太多人。我们这一辈有在看高雄慢慢变好，就是巨蛋啊、世运啊，能跟高雄一起成长，对，看着他变优秀，然后变得更好，我觉得还蛮骄傲的。亦或是在其他城市成长，我很喜欢，我是在罗东长大的，任何地方都取代不了的。台北的话，说真的，小时候太辛苦了，升学压力太可怕，太扭曲。彰化，所以不是台北或高雄。那个我长大之后再出来看就好了。童年快乐比较重要。小时候娱乐体验是在玩沙子跟挖狗屎，不用花钱，还蛮省的啦。美好的童年要有好的开始。高雄琉球人，小琉球吗？你有考虑过去那边打工度假、打工换宿？没有，打工换宿都很乱啊。你又没有去过，你怎么知道很乱？社团都在讲，打工只会发生在岛上这样。不是 working holiday， 而是 fucking holiday。最后，他们打破了选择题。我跟你讲哈，投胎哈，你做了很多功德，才有投到好的。每个人都要投到那个有钱的，人家不要做事啊。哪里人不重要，投到有钱人的比较重要。那能选美国？京都御苑里面就可以。なんでください。名字ください。订阅ください。按赞ください，留言ください，分享影片ください。